字体就写得朴拙一点吧。那它有什么方便的地方呢？书写并不像在纸上书写一样的顺畅。这次我就很小心的刷了，刮的时候稍微用力一点哦，看起来还不错。今天要挑战卷印，那么材料有150目卷板，数量是你图样设计的定。刮刀有卷印专用的，我是拿家里现有的铁刮刀。纸胶带、油漆刷、水彩笔、卷印颜料、打草稿用的绘画印、遮挡剂。遮挡剂可以隔绝卷印时不想要的颜色。卷印颜料和遮挡剂也可以分别改用水性油墨以及洋甘漆，比较便宜。棉布袋，我的构图大概是这样，打算写宜兰自乐这4个字印在袋子上。然后是黑底金字，所以我会用到2个卷板。红色落款的部分和怡然自乐画在同一个卷板上就可以了。字体就写得朴拙一点吧。明明就是随便写。落款的部分也画上去，在卷板的内侧4边贴上纸胶带，以防上墨时会从细缝中渗出。打草稿要注意卷板放置的方向，否则印出来的字会左右相反。但如果印的是不需要顾及左右方向的图案，那就是看你在哪一面打草稿比较方便。将草稿用纸胶带固定，卷板对齐。我是想呈现字超出边界的样子，所以我把卷板稍微往下移。我是用绘画液。那它有什么方便的地方呢？我不告诉你。先别急，我会在之后的步骤中说明。先从金字和落款的部分开始。为什么不直接在卷板上用绘画液打稿？我不告。因为要在卷板上沾绘画液书写，并不像在纸上书写一样的顺畅。我怕会像上次直接在白 T 恤上写字，结果失败。沾到草稿了，我将卷板垫高一点。然后让绘画液干燥，可以用吹风机，但不要太近，因为会轰出一个洞。再来是刷上遮挡剂，挖取适量，加水稀释，因为不好溶解，要注意是否搅拌均匀。大概像这样会滴下就可以了。然后就可以使用油漆刷大范围的刷上遮挡剂。而绘画液的功用正是隔开遮挡剂，卷板清洗之后就会留下想要的范围。不用绘画液也是可以，那就是像这样用遮挡剂勾勒出字体，只是要更小心。刷太大力好像会把绘画液刷掉，沾到纸上的话只会把绘画液吸走，看来只好重做咯。把卷板垫高一点，范围较小的部分我用水彩笔，大范围的部分我再用油漆刷。这次我就很小心的刷了。等遮挡剂完全干燥后，就可以拿去洗掉绘画液了。接下来是黑底的部分。可以进行上色咯，把棉布袋整平，里面垫纸，然后挖取适量的颜料，刮的时候稍微用力一点，
先不要急着将整个卷板拿起，从旁边慢慢抬起查看有没有需要加强的地方，这样就不用再重新对齐。哦，看起来还不错，那还是有些微的颜料渗出，不过可以用美工刀小心的刮掉。等颜料干燥就可以进行下一步。进行金丝的部分，我有将落款区域用纸胶带遮住，然后照我的构图把卷板左移一点。边边切到的部分就用手画的补上。最后就是落款啦。我使用红色亚克力颜料，非常好，感觉可以卖了呢。